2003年，普京刚一上台，就对七大寡头发出了警告：你们可以继续赚钱，但别碰政治。但寡头们只是轻蔑一笑，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公然与普京唱反调，通过操纵旗下媒体舆论造势，抹黑批评普京的执政政策，甚至扬言要换掉普京。在他们看来，自己可是动一动手指都能让西伯利亚大地颤抖的存在，还能怕眼前这个既无背景又无资历，只是特工出身的年轻人不成？面对七大寡头的公然挑衅，年轻的普京也是毫不退让，他的态度已经转变为了要么死要么滚。此时他已经想好了如何快速、干净利落地解决他们。那么，普京究竟是怎么扳倒七大寡头的？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政局不稳，社会百废待兴。叶利钦政府为了扭转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选择了西方的那套经济休克疗法。结果大家都知道，这直接把经济给玩崩了，物价在短短3个月之内翻了几十倍，无数俄罗斯人半生攒下来的积蓄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休克疗法几乎要成为俄罗斯的安息疗法，叶利钦的支持度只剩下区3%，这让叶利钦当局慌了神。紧接着又实行了债转股计划，即寡头借钱给叶利钦政府，政府则将国有资产的股份以低廉的价格抵押给他们，以此达成双赢局面。这简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盗国计划。虽然这的确轻微缓解了俄罗斯当局的财政危机，但也让叶利钦政府和寡头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确保叶利钦能获得连任，寡头们联手叶利钦干预了1996年的俄罗斯大选，最终硬生生地将叶利钦拱上了台。而这背后付出的代价，则是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国有资产都落入了7位寡头们的操纵之下。这7位寡头及其麾下集团分别是乔银行总裁古辛斯基、西伯利亚石油集团总裁别列佐夫斯基、阿尔法集团总裁弗里德曼、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梅纳杰普尤卡斯集团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以及诺里尔斯克涅叶新丹卡集团总裁波塔宁。这几个新兴的私人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经济的半壁江山，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一个喷嚏下去，半个俄罗斯都要患上感冒。其中操纵了俄罗斯媒体控制权的古辛斯基是这7位寡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他麾下的乔集团一度控制了俄罗斯50多家民营企业，媒体产业是他的主攻方向。古辛斯基企图通过操纵整个俄罗斯的媒体行业来构建一个属于他的媒体帝国，从而实现他不当选总统依然可以左右政府的野心。在古辛斯基的推动下，叶利钦亲自签署了俄联邦大众传媒法，取消了俄罗斯境内一切舆论信息的审查。这也为他的舆论宣传营造了前所未有的有益环境。此外，他还大幅延长了独立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同时大量投放政论类节目，而这些节目的主题大多无外乎反思苏联历史与鼓吹西方体制的优越性。除了他之外，其他的寡头们也大都劣迹斑斑，从偷税洗钱到侵占国家资产、勾结境外势力，可谓无恶不作。此时的俄罗斯仿佛成了他们肆无忌惮玩弄经济与政治的理想国。就这样，贪得无厌的寡头们嚣张到了新世纪之初。此时的他们还没意识到，和新世纪一起到来的是那位新任总统以及他们的末日。2000年3月，普京当选俄罗斯第3届总统，而他上任伊始就明确表态，希望诸位寡头见好就收，政府可以不剥夺你们的财产，但从此以后都要合法经营、及时交税，并且不能再干预政治。但寡头们并没有把普京的话放在心上。对于寡头们而言，普京与叶利钦并无二致，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又一只提线木偶。因此，当普京表态希望寡头们远离政治之后，他们大多嗤之以鼻，将他的话当作了耳边风。但他们没想到，克格勃出身、拥有军队支持的普京并非等闲之辈，他可不会惯着这些热衷于钻法律空子、满脑子只有生意的国家蠹虫。在察觉寡头们并没有老老实实的从良之后，普京果断地选择重拳出击。黑手党电影《教父》的结尾处，麦克血洗了纽约其他5大家族，从而保证了科里昂家族的地位。而现实中，普京也即将对这些不识好歹的寡头们发起一场清算，一场代表着政府、人民与寡头们的对决就此拉开帷幕。遭到清算的诸位寡头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掌握媒体命脉的古辛斯基。早在第2次车臣战争期间，古辛斯基就曾借助媒体大肆抨击过普京，故意丑化这场反对非法武装分裂分子的战争，还宣称普京是冷血的战争狂人，妄图以此挑起民众的不满。之后他还特意让手下拍了一个木偶剧，内容明晃晃的就是在攻击普京，讽刺值拉满。如此狂妄，普京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普京在上任之初便下令对古辛斯基展开税务调查，并在2000年6月以涉嫌侵吞国家巨额资产为由扣留了古辛斯基，并强行搜查了他名下的企业。随后，俄罗斯总检察院就正式对他的罪行发起指控，并发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曾经风头无两的俄罗斯传媒大亨，一夕之间成为了在逃囚犯。
2000年末，普辛斯基在其位于西班牙的家中遭到逮捕，被关押在马德里的狱中，等待俄罗斯将其引渡回国受审。惧怕回国遭到清算的古辛斯基当即上交了550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他也因此暂时获释。随后，他利用各种手段逃往了以色列，并定居于此。时至今日，俄罗斯对他的国际通缉仍然在生效，而他的绝大部分资产也已经被俄罗斯悉数收购或者清算。当古辛斯基还在欧洲流亡的时候，普京开始收拾七大寡头的消息就已经不胫而走。当俄罗斯政府传唤别列佐夫斯基时，早一步听到风声的他已经火速逃往了英国。与古辛斯基一样，这位别列佐夫斯基同样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早年间是叶利钦政府中的红人，政治关系盘根错节，堪称寡头里的教父人物。而他对手段态度强硬的普京向来没有什么好感。普京上任之后，他被控多项金融诈骗和贪污等罪名。随后他辞去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的职位，并联合其他诸位寡头反对普京的总统任职，这也是他在清算名单上名列前茅的一大原因。即使身处海外，贼心不死的别列佐夫斯基依旧公然与普京叫嚣。这位早年通过倒卖汽车起家的寡头，组建了自由俄罗斯政党，处处抹黑抨击普京。2007年4月，更是叫嚣将通过武力推翻普京政府，并涉嫌雇佣杀手刺杀普京。2012年4月，别列佐夫斯基甚至设立了5000万卢布的逮捕普京奖金，1个月后又增至5亿卢布。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他却始终没有等到那位敢逮捕普京大帝的勇士。尽管别列佐夫斯基始终站在反普的一线，但远在大不列颠失去了绝大部分资产的他，很快就遭受了财政窘境，他不得不开始变卖资产还债，生活愈发落魄。2013年3月23号，68岁的别列佐夫斯基在英国逝世。关于他的死因，时至今日依然众说纷纭，自杀、他杀、胁迫，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寡头，最终还是落得了个生死财销的悲剧结尾。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则是在2003年遭到了清算。10月25号凌晨，他在位于新西伯利亚机场的私人飞机上遭到逮捕，并在随后遭到了俄罗斯总检察院的7项罪名指控。这位相对年轻一些的金融寡头，曾在全国工业与企业家大会上公然指责俄罗斯政治司法领域的腐败问题，并要求普京当着媒体镜头的面公开下跪道歉。面对如此挑衅，普京只是饶有玩味地对他说：“你的公司似乎在税收上存在一些问题。”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叶利钦时代以来染指政坛的企图，以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西方势力，始终是个不稳定因素，因此他同样逃不过普京的清算。经过审判，霍多尔科夫斯基由于多项罪名而获刑8年，后又追加5年。他麾下的尤克斯石油公司也因欠税270亿而遭到拍卖。2013年，随着普京签署特赦令，霍多尔科夫斯基得到释放，他随后得到了瑞士政府的签证与居住许可，自此移居瑞士，后又前往英国。即便辗转海外，霍多尔科夫斯基依然没有放弃对普京的斗争，仍在西方的支持下不时出现在反对普京的场合之中。至于斯摩棱斯基、维诺格拉多夫这2位寡头，相对而言知名度并不算高，而且两人麾下的银行都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并在随后淡出了公共视野。前者于2010年遭受债务纠纷而限制出境，后隐居于莫斯科郊外，后者则一度负债10亿美元，晚年十分窘迫，最终于2009年因心脏病而逝世。并非所有的寡头都被彻底清算，也有寡头懂得急流勇退的道理，在普京大帝手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尚未挥向他们时，便主动接受招安。在普京忙于收拾其他几位上蹿下跳的寡头时，波塔宁已经为自己找好了退路。2003年，他一方面积极配合俄罗斯总检察院对其麾下镍矿产业的调查，另一方面公开表态，普京在政治和生意之间画了一条边界，而我绝对不会越界，一番寡头们不服管教的刺头模样。与此同时，他还主动做起了慈善事业，设立起了以他自己命名的基金会，每年拿出100万美元投入到救助孤儿及设立奖学金上，并在其企业所在的矿区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地扭转了在俄罗斯社会中臭名昭著的寡头形象。无独有偶，阿尔法集团总裁弗里德曼也在普京任上实现了平稳落地，他麾下的石油公司也同西方势力企业有着诸多来往，但他却并不像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热衷于同西方势力培养一些其他的关系，而是懂得分寸，几乎从不涉及经济之外的东西。弗里德曼曾坦言自己只对商业感兴趣，不染指政治，也很少在媒体前抛头露面，正儿八经地做到了闷声发大财。他与他的公司也始终并未遭受俄罗斯当局的指控，并长期跻身俄罗斯富豪榜前列。正因深谙明哲保身的道理，这2位寡头才能在普京的清算行动中置身局外，平安落地，依旧留在俄罗斯安安稳稳地赚钱。
反观那些公然唱反调、与境外势力关系甚密的寡头们，要么流亡海外，要么死于非命。普京用雷霆手腕向每一个不识好歹的寡头们送去了他们应有的结局。俄罗斯凭什么敢和半个世界为敌？俄罗斯敢于亮剑，主要来自3个底气。2004年3月29号，北约宣布了本组织的第5次扩张结果，接受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6个国家的加入申请。在北约方面公布了这则消息之后，俄罗斯的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都迅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来抗议北约的这一次扩员决定。然而，面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应，西方各国却不以为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从这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便逐步进入了与西方对抗的状态之中。从此以后，俄罗斯将直接以一国之力对抗半个世界。俄罗斯的第一份底气就来自于苏联为其留下的庞大军事能量。冷战时期，苏联红军拥有着足以跟美国抗衡的军事实力。根据多家西方媒体的估算，苏联弹头数量一度超过了11000枚。而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核武库里仍然保留着超过6000枚核弹头，而且这些核弹头里大多都是杀伤力更为强悍的氢弹。另外，苏联时期建设的大量军工产业也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继承了这些家当的俄罗斯不仅可以源源不断地研发新武器，还能将本国生产的武器用于出口。直到今天，包括印度、埃及等地区强国都是俄罗斯军火企业的主要客户。许多年以来，俄罗斯的军售总额一直维持在280亿美元之上。这样的军售规模虽然比不上世界军火巨头美国，但也足以彰显俄罗斯的军事大国地位。2013年10月10号，俄罗斯从著名的导弹发射基地卡普斯金亚尔发射了一枚经过改进之后的白杨洲际导弹，结果这枚导弹完美地命中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一处标靶。可以说，俄罗斯在全世界的面前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军工研发能力。比起乌克兰、爱沙尼亚等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小国，俄罗斯继承的苏联遗产大多也都是能够配套的，包括苏联时期的图波列夫设计局、苏霍伊设计局等领先世界的军事科研机构也被俄罗斯继承了下来。2009年，俄罗斯又宣布开始研制新的萨尔马特系列导弹。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这款导弹起飞时的重量远远小于之前俄罗斯军队准备的 SS-18 型导弹。这代表着俄罗斯已经逐渐从苏联解体的混乱局面中走了出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确令西方各国感到恐惧不已。然而，苏联时代留给俄罗斯的绝不仅仅是惊人的武器装备数量和恐怖的军工研发能力，俄罗斯令西方世界感到忌惮的也绝不仅仅是它的军事影响力。关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人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没有了苏联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大号的加油站，毫无影响力可言。这句话固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俄罗斯的看法，但它也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强大的错觉。虽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确是衰落了，但是这不代表着俄罗斯心甘情愿地沦为一个地区性强国。苏联时期遗留的强大政治影响力，恰恰就是俄罗斯的第2个底气。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还在世界各地经营着多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依然是俄罗斯拓展政治影响力的触角，让西方各国感到寝食难安。比如苏联在越南金兰湾建设的海军基地就一直被俄罗斯使用到了2003年，最终俄罗斯还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才宣布撤出金兰湾。2011年，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内乱，由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境内四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美国人在叙利亚故意制造内战，让叙利亚人互相残杀，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夺取叙利亚的石油资源。因为其总统小阿萨德是一个非常亲俄的政治人物，因此美国人必须穷尽代价将其从总统的宝座上赶下来。为了保住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甚至不惜直接派出飞行员和志愿军进入叙利亚的领土，帮叙利亚政府作战。在战争进行了整整8年之后，眼看着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都已经到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了，但叙利亚政府军还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顽强地将叛军顶了回去。如今，虽然叙利亚的战事还在持续之中，但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算是被勉强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美国人想要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中东和东南亚以外，俄罗斯还在非洲维持着庞大的政治影响力，包括西非的尼日尔和尼日利亚都曾经建立过亲苏的武装或政权。为了维持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政府甚至派出了雇佣兵在西非和中非一带活动。这些战斗力强悍的雇佣兵可以绕开正常程序，肆意颠覆某个国家的政权。目前，他们已经在非洲内部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控制区域。
多年以来，美国、法国等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都曾经试图将盘踞在非洲的俄罗斯雇佣兵纳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之中，但他们的这些行为全都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抵触，使他们一直不能得偿所愿。当然，除了诸多的客观因素之外，俄罗斯人也吸取了历史上的诸多教训，以至于今天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民众都放弃了与西方世界媾和的想法。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与西方无比亲密的时期，但这恰恰是无数俄罗斯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段历史，因为它实在是太过黑暗了。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迎来了一个全面亲美的时代。由于俄罗斯的初代总统叶利钦是一个铁杆的自由派，俄罗斯在他的带领下几乎成了美国的小跟班。在经济上，俄罗斯进行了空前的市场化改革，一时之间，卢布的价值出现了连番跳水，无数普通俄罗斯人的积蓄就在这一轮浩浩荡荡的经济改革浪潮中瞬间蒸发了。随后，多家美国公司陆陆续续地进入了俄罗斯境内，开始大肆收购苏联时期遗留的国企和厂矿。整个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几乎都被美国人和西方资本家抢购一空了。看着支离破碎的国家，许多俄罗斯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被先前的自由派政客给欺骗了。西方和美国永远都不会让俄罗斯有真正强大的机会。随着叶利钦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传给普京，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开始逐步转向了东方。尽管普京政府曾经试图与西方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但西方集团仍然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将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纳入了北约的势力范围。于是，自2004年开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博弈就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尽管美国联合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严格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却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当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并顺利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因为在西方国家加大对俄制裁的同时，俄罗斯迅速向东方的中国靠拢，中俄之间不但建立了为粮食贸易开设的专用走廊，甚至还开始在军事领域展开了多项合作。本世纪初，俄罗斯便加入了由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随后，俄罗斯又与中国、印度、巴西一起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组织。凭借这些举措，俄罗斯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因为西方的打压而被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了。到了2012年之后，由于斯诺登事件和克里米亚公投事件等诸多因素，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开始朝着恶化的方向一路狂奔。此时的俄罗斯已经相当于是在和半个世界为敌。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俄罗斯人却丝毫不慌。尽管与西方世界为敌必然会受到一些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依旧支持总统普京的决策。也许在未来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俄罗斯和西方集团之间还会上演更加激烈的博弈，但俄罗斯的人民一定不会轻易向对手让步。这不仅关乎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尊严，更关乎到千千万万俄罗斯人的生存问题。历史的教训已经让俄罗斯人对西方集团失去了信任。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明白，到底谁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